大家好，这两天有朋友提到加密货币总市值在死亡交叉，那等下来聊一聊我个人不同的观点，特别是比特币，就像昨天 YouTube 视频的总结，交易的核心只做向上的趋势，只做强势，你只要方向问题解决了，在顺势中找支撑进场，找主力出场，然后形成一套稳定的交易模式，并严格执行。就像这2、3年粉丝们一路做多，有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实现财富自由。那现在这里比特币会不会再跌？感觉川普有可能会放大招。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加密货币总市值的这个指数它的月线图表，下方这一个是对数的 MACD 指标，或者是朋友们直接点击这个 indicator， 然后搜索 LMACD， 你点开这一个对数的 MACD 指标，然后把下方的这个对数给它打开，就可以得到类似我的这一个图形。有朋友是在讲这一个加密货币总市值在月线级别里面出现反正比较差的死亡交叉，或者是担心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像前几年的几次熊市这样子崩盘。但是我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就是这个位置虽然是看到它在死亡交叉，那有可能这样子跌吗？我的观点是应该不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要去观察2019年它的牛市它是涨了3000% 那现在的位置涨了多少？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就涨了400%，一个是3000%，一个是400%，就认为这个位置时差真的要走熊嘛？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你的方向要自己找对它的这一个上升趋势不是还是完完整整的保存在这边嘛？或者是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个 LMACD， 比如说在2018年当时的熊市，我们从它 LMACD 指标转红的开始到当时的这个底部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数量，它是10根。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2年的这一波熊市，从这一根第一根转红开始，到这一个底部对应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一根它的时间是12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张比特币的图表，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的比特币下方的这个 LMACD 指标，然后对应的也是比特币的月线，没有看到它死亡交叉。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观点分享给大家，本来是预估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在今年10月份，如果是6月份开始启动的话，10月份会不会见顶？但是现在我感觉时间好像要改变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在今年12月份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会不会见顶？因为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加密货币总市值的指数，它底部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的比特币这个位置下方的 LMACD 指标，从这一根 K 线对应到当时2022年15K 的底部，也就是跌到这一根最红色的位置，后面不是开始转折嘛？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一根到这一根的时间，它是14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8年的熊市，就是这一根 K 线对应到这一个底部，对应下方的这个 LMACD 指标到这一根然后开始转折，它的时间是10根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这一根到这个位置下跌的底部，或者是下方的 LMACD 指标到这个位置出现转折，时间是12根。所以认真去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的熊市，它是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的这个柱状时间都要长那要想一想，当时在这个区间里面是主力骗了不知道多少的筹码，或者是在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欧美那边的阴谋
通胀是非常的高，然后当时美国那边的利率是开始计划后面可能是要加息，那主力就顺势杀下来，包括当时的那个 FTX 交易所倒闭，不知道多少的筹码被那边的主力全部给骗走。所以我们如果对比下方的这个 LMACD 指标，它这个位置是14个月的时间，那2018年只有10个月的时间，你如果把这4个月的时间给它先记住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自2023年启动的牛市，这个位置柱状开始转绿，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柱状只有24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19年，比如说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绿色的柱状，因为它第一波涨幅就超过了3倍左右，所以后面洗盘是洗得很深。如果这个红色的柱状全部算进去，你可以看一下到后面这一个柱状最终死亡交叉，比特币是涨了26个月的时间，以及2015年当时启动的牛市，这个柱状就是标标准准的，中间都没有转红过，也是26根。所以现在想一想，24根它是比这几波少了2根，如果再加2个月呢，然后再加上那个4个月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总共加起来6个月的时间？现在是2025年的6月份，那如果真的再加上6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位置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再盘整2个月，后面再涨个4个月左右？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比特币最终可能爆发到某一个高点的位置，后面有一大堆的利好？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是这2天看到的一则消息啊，特朗普是直接提出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应该将利率直接下调250个基点。那我是记得很清楚，当时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美国那边的利率是直接降到0啊，当时就造就了比特币大约是从2万美金左右一路涨到接近7万美金。所以这个特朗普，或者是前几天也是有看到一个视频，小林说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在那个鲍威尔没有离任之前，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就是向公众的媒体提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或者是就任者有可能是谁。那我们要想一下，250个基点是什么概念？目前美国的利率是 4.5%， 那减掉250个基点就代表减掉 2.5%，可能下一步的利率，我是感觉直接让特朗普去当美联储的主席啊，那有可能比特币盘整结束，或者是后面价格就会爆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货币供应量 M2 的数据啊，记住这个数据啊，它目前整个 M2 供应量是达到21万亿美元，而且最近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调的是最大值啊，就是反正这几十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反正是一直在印。那前段时间那个资产负债表是在缩表，但是最近可以看到这一个 M2 供应量它也是在翘头啊。你如果去点击10年的这个数据，看得更明显啊，它是在翘头。而且还有一个利好的数据，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经常跟朋友们讲的，去他妈的垃圾法币，大陆人民币 M2 供应量，它目前的总数量是325万亿。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据！326万亿，你如果去按汇率7的去计算，除一下，大约是46万亿美金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等于是美国 M2 供应量的2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链上金鱼的数据，持有100枚是减少了660多枚，不过我们看一下持有10枚到100枚的钱包地址是突然增加了4000多枚的比特币，而且1枚到10枚相信就是散户的地址，或者是1枚以下比特币钱包地址，那更加就是散户的地址是在流出啊，流出有可能就是被一些大户给买走。那短线的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朋友是讲这边是一个收敛三角，其实前几天或者是更早之前在这个区间就跟大家判断，有可能比特币价格涨多了，它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箱体区间的盘整。2个月了，天天在这边复盘，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
主要还是要跟踪一下，就是当下的一些新闻或者是目前的盘面。这一条红色的20MA，昨天是有提到，它下方是在支撑那个欧美那边主力非常看重的50MA 主力的生命线，但是我们散户尽量看短一点的这一条20MA，它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那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价格是在这一条线下方，你尽量去找下方的 KD 指标，如果来到20附近，它有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上涨。那这种利润就看你有没有兴趣，因为我是没兴趣这种比较偏短的一些利润，或者是这种利润也不一定能100%猜中哦，你这个低点肯定就能买得到。那像这种低点能买到吗？买到这种短线的上涨也是有方法的，比如说你看到价格低点更低，价格是在这个20MA 下方的时候，那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下方的 KD 指标，它的低点更高的时候，像这种就是底背离，以及 MACD 指标这个柱状低点更高的时候，它就是底背离，或者是现在的这个位置，短期尽量先观察吧。比特币日线的这个趋势不要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这2天狗狗币还好啊，还是稳在这一个支撑里面去收盘。那除了 KD 指标，狗狗币低点是更低，这个 RSI 指标它低点更高， RSI 指标目前也是在背离哦。背离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背离以往的经验不会有转折，它有可能也会在这个位置盘整区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其实最近也不知道聊什么，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以太坊整个中线还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盘整，盘整的目的是为了后面更好的上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